我很喜欢泰维勒 IC 贴中的一句话：开发新产品是一个折磨自己的过程。正是因为有这种理念，才有了今天的 K1。我对这款套件的设计理念可以用2个词来概括：规则和分割。看似凌乱的元素排布被线条切割约束，最终组成了属于泰维勒独特的视觉风格。事先声明，今天上手这一款 K1 并不是最终的成品，工作室也没有对我的文案进行任何的约束，甚至在我拍视频之前还在自我总结问题，也可以看得出工作室对这一款产品的重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款泰维勒 K1 表现到底怎么样。首先，这款 K1 是附带了一个小的手提箱，之前的 T3 是没有的。在外头还有一个飞机纸盒的包装，被暴力快递了，所以这里就不给大家展示了。可能有些朋友初次见到 K1 会觉得对比之前的一些系列有很大的区别，但通过大面积的名牌，还有小倒角和一些大胆的配色风格，还是能隐约感受到一点独属于泰维勒的设计传承的。当然 K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背面和侧面堆叠排布的名牌，8个小名牌可以自行的排列组合，相对的底部的螺丝孔真的是逼死密集恐惧症，并且因为公差的问题小名牌在安装好之后需要多次调整才能达到视觉上的对称，在安装过程中如果一不小心就会像我这样歪歪扭扭的，也算是一点强迫症福利了。键盘在正面采用了主流的617布局，顶部的额头做了加宽。那因为我这一款也是样品所以左侧这里是没有名牌的。到货的话，左上角还会有一块额外的装饰牌，在视觉效果上肯定会比我这一款更好一些。然后我们翻过键盘，蓝色搭配亮银色，也是泰维勒一贯擅长的高饱和度配色，一下子就可以把眼球给锁定住设计重心主要就集中在这7块名牌上，翻译过来就是黑胶、杜比音乐、Walkman 随身听、音乐播放器，也是反映了这把键盘可以播放音频的特征。通过底部内置的喇叭内置了6种可以触发的音效，别的键盘是打进 Hi-Fi， 那这把键盘是真的 Hi-Fi。比较可惜的是，目前音频还不能自定义效果，如果后续开放了音频自定义的功能，那玩法上肯定还能再上一个台阶。外观部分就说到这里这把键盘在内胆方面也是采用了一个非常少见的压条 Gasky 结构。那什么是压条 Gasky 结构呢？那按照我的理解就是通过2根 FR4 的压条结合上盖，直接对内胆进行固定，底壳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参与结构的，所以传统的 Gasky 结构需要担心的上下盖共振问题在这把键盘上就直接不存在。至于这个结构在手感上其实并没有太多差异化，也是蛮正常的一个手感，也因为底部有硅胶加2层面的填充，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太多形变的，是一个偏硬的 Gasky 结构。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没有和大家提就是这把键盘的 C 口是可以改变方向的，在主板和上盖的位置都预留了2个 Type-C 接口，可以通过改变顶部名牌和充电小板的安装位置来实现左侧或者右侧的出现。那这里放一段动画可能会更加简单明了一些。这一次我选择的轴体是莱奥博德前段时间给我寄来的海天使轴，共有蓝白黄3色，参数上都是相同的。正好这把键盘是蓝白色调嘛，所以我就选择了35颗蓝加白的组合。这款轴体的手感呢，和莱奥博德以往的轴体是有比较大区别的，那更像是我们手工润滑过后的一个手感，而且还是后润，基本上就是一个油不要钱的润滑量使用久了之后是会有一定的油溢出到 PCB 上的，同时也因为下油非常狠所以这款轴体的手感是非常润的，出来的声音也是偏闷，和目前主流的少油干爽型轴体会很容易区别开。至于键帽的话，泰维勒本身是有一套和键盘相匹配的键帽的，但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没有做出来，所以我这里选择的是一套 Peaceful 的冰川也是老演员了，同样是蓝白配色，非常符合这把键盘的一个主题，5面热升华加下灯位的侧刻透光。但是因为这把键盘是没有 RGB 的，所以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这个键帽的透光性了。
作为一把999元起售的套件，它真的给我太多惊喜了。内置的音响加上压条 Gasky 结构，再加上模块化的名牌，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细节，包括可更换的接口。作为我上手的第一款泰维勒工作室的产品啊，可以看到他们对这款产品的思考和探索性的尝试。这把套件在完成度上啊，100分满分的话，我可以给个90分，剩下的10分，我觉得在音频可 DIY 性上啊稍微欠缺了一些。目前只能播放内置的音频，还不能自定义。从整活的层面上来看，还是有那么一点遗憾的。那作为一把所有工具啊，无论是在阳极的水平，还是在手感上，我都非常满意。无论你是一个小白，还是一个老玩家，都可以在这把键盘上找到一些属于自己的小惊喜。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点个赞、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